这不是什么奇特的自然景观，这是全球最大的蓝宝石矿脉伊拉嘎嘎。这座位于马达加斯加南部的矿脉，每年为全世界提供了40%的蓝宝石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宝石商人汇聚于此，他们的目标是收购、加工和转卖这些珍贵的宝石。同时，大批的马达加斯加人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不顾一切地前来这里从事挖掘工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下到几十米深的矿洞，寻找了一颗闪烁的宝石。曾经在纪录片里，我看到了一群狂热的马达加斯加矿工，带着赌徒般的心态在这里疯狂挖掘。然而，当我亲自来到这片土地后，我却发现了藏在蓝宝石挖掘背后真正的故事。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一早我们就要出发前往伊拉嘎嘎。现在位于我身后的就是伊拉嘎嘎小镇，这座位于马达加斯加西南部国道7号线上的城市。在1990年初，这里只是一个只有40个居民的小村庄。然而，在1998年，这里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冲击蓝宝石矿脉。从此以后，这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想去参观这个挖矿的全过程，不过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挖凿，伊拉嘎嘎周围的矿洞基本上已经被挖干了。所以我们现在准备要向南驱车10公里去寻找他们最新发现的新矿脉。我现在到他们近期发现的最大的一个矿脉哈，他们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附近挖，到处都是洞。这应该是我去过最危险的地方了，毕竟是蓝宝石太值钱了，所以说有非常多的黑帮势力，然后他们很多人也配有武器。我除了找了旅行社，在当地之后，我们还找了一个当地的向导，而当地的向导呢，还在专门去找了一个真正的矿工，才敢带我们进去。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所有这个地方的挖矿的方式都是用了3根木头搭建出一个结构，然后就把这个人放下去，把土也挖出来，全部就靠这个东西，非常的不扎实。而且他们这些矿洞里面就直接挖下去的，也没有任何的巩固结构，所以很容易坍塌。他们一般是把这个矿洞挖到下面之后，然后再延伸着挖出去，往四面八方挖出去找矿石，而不是单独挖一个矿洞。大家看到小朋友手里面拿的这个钢筋，它钢筋的下面呢，看到它会比较尖，这个就是他们唯一的挖凿工具。他们就会把这个带下去，用这个去挖下面的土。他们给我介绍他们怎么找蓝宝石的。你看这个像石块层的样子，就代表就有可能会有这种10层，有10层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蓝宝石，所以他们就会在旁边就挖了一个这种小坑进去，挖进去看能不能找到更厚一层的这种石头层。如果挖到更厚的，就说明很有可能这里会有蓝宝石，他们会继续深挖下去。蓝宝石是刚玉矿石的一种，由氧化铝和其他微量元素组成。有一个非常大的知识误区，那就是蓝宝石一定是蓝色的。但是其实蓝宝石并不只是蓝色的，而是对氧化铝这类矿石的统称。所以蓝宝石也可以是黄色的、粉色的、紫色的，这些都是受矿石类微量元素所影响的。可能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见到过中国人，所有人都停下工作、手下工作来看我。妈呀，真的是！我们在洞口耐心等待了一会儿后，下面的矿工终于上来休息了。他们告诉我，一般只有吃饭才会上来休息一次，因为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并且为了避免坍塌，矿井下面的空间都非常狭窄，难以想象他们每天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在这种暗无天日且狭小的环境下工作。后面这位，他正在拿这个塑料袋把空气装，然后往里面运输，因为下面特别深，然后空气特别少，大概得有20-30米深吧，然后缺少空气，如果不这样运输空气的话，他们下面人是没法呼吸的，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往下面运输空气。目前是马达加斯加的雨季，经常性的降水加大了开采的难度。大雨过后，不仅需要将矿井中的水排干，还面临着更大的塌方风险。刚才我们拿了一包烟出来散给的时候，所有人都围了过来，而且叫了起来，我的天哪！这个大哥拿到烟，所有人都追了过去，我的妈呀！我刚才和他们这片地的负责人大概聊了一下，这片地其实早就已经被斯里兰卡人买下来了，其实是斯里兰卡人他们免费来挖凿的。因
因为如果这些斯里兰卡人直接自己来挖的话，开凿的时候他们会找他们麻烦当地人，所以说为了避免当地人来找他们麻烦，所以他们会免费让当地人先在他们自己的矿区挖那么一段时间，然后之后才会用他们机器来挖。所以在这段短期的手工挖凿的时间段里面，如果你挖到这个宝石，那就属于你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当地人都愿意来这里挖，就有点像买彩票的心态，一旦挖到就暴富。在这样的烈日下面，冒着生命危险去挖那个蓝宝石，是太不容易了。被暴晒，晒成什么样子？手上全是起泡了。大家看到我后面这条路上哈，有人搬着这个一堆的土往那边走，因为那边有一条小河。大家看到我现在就来这个小溪边上了，他们所有人都把这个刚才从上面挖到的泥土运到这下面来，然后就开始清洗。现在大家去看一下具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这个就是他们用的筛网，这个来看上面有很多洞。这个筛网的目的是过滤泥沙和小石子，然后在剩下的石头中寻找宝石。不过这只是筛选的第一步，有一些小的宝石可能会被筛掉，不过宝石的密度比较大，会留在河床下。矿工们呢会修建一些简易的堤坝来防止宝石流失，之后便是再利用一个圆盘一样的东西来进行2次筛选。看我找不着蓝宝石。我们随后来到了矿工们居住的村庄，希望能够采访一下生活在这里的矿工们。这是他们这些矿工住的一个村庄，这些房子都是土搭的。我们有幸认识了 Salavi， 他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在他的家中接待了我们。Tika luas zany ty fijaliana tegna mitoragna misy antegna androiagny de fa raha amizay nandeha amy miliara toy ato le tsy maintsy mitaky sasy avao isan'andro zany. Mitratra ny hiverina mbo vilevana ary ndray andro any Ndaho fa manahaka toy mahita ndaho havily tegna bisikareta avao zany tegna mifatsakagna rano indesy minon-drano le tsy maintsy miverina avao. De mety vato firy-grama io zany tokony hitanareo mba afahana mahazo iny. Mahita 3 grama tegna naho sandeforo izy maintsy tafita amizay agny tegna. 现在已经过了一开始最早期那个淘金热，就是大家过来就是感觉可以赚钱的日子。他们现在很多来这个地方挖矿的，可能都是真的是迫不得已，就是的确在自己家那个地方没办法生活，没有吃的，没办法吃，来这边来找石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真的是非常的心酸。就是真的是你能感受到那种要怎么说呢？对生活的绝望吧，就是你没有选择的选择，这个真的是在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国家，你连地都不能自己种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别的选择，你要不只有饿死，要不只有想办法来做这种有可能能赚到一点钱的这种机会。昨天我们提前在小镇上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蜡烛、大米、糖、咖啡，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无比普通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可以活下去的希望。这种事情真的是，你听了你也很无奈，你也很无助，你什么也就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人来说，我就是也没办法帮到他们太多什么东西，所以只能就是可能昨天买的那些生活用品能给他们一点，让他们就是可能这段时间稍微缓解一下他们的生活，仅此而已。我现在去伊莱格嘎旁边最大的一个矿坑哈，叫做 Bank Swiss 瑞士银行。我现在后面这个深坑已经变成池塘了哈，这个是曾经的一个矿坑，大家看这个大小就知道，当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繁华，有多少矿工在这工作。我们今天看的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真的被挖的差不多了。大家看到，经过这么多10年的挖凿之后，即使是曾经最大的矿脉，现在的规模也完全不像以前了，因为以前是上百人在这里挖。
40岁的 Naza 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了，我邀请他进行了一段采访。我们回到了伊拉嘎嘎市区，希望采访到当地最大的宝石商人，同时也是宝石商店 Colorline 的老板 Mark。不过他恰好不在伊拉嘎嘎，但是我们采访到了他的助手穆罕默德。On taille les pierres sur place, on les vend sur place, et puis on organise la visite des mines. C'est vous-même le propriétaire.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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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paye que. Ah bon? La terre, ça ne nous appartient pas. Mais c'est à qui du coup? C'est aux Malgaches. 在采访过程中，我多次询问矿坑的产权归属人是谁，他都只告诉我归属权是马达加斯加人。但问到具体是谁的时候，他就会像机器人一样重复一样的答案，并且变得有一点不太耐烦。Vous n'avez pas compris mes explications. Je me répète, j'ai dit, il y a des producteurs de parcelles ici. Il y a de faire des contrats avec des producteurs de parcelles. Il faut passer par les producteurs de parcelles. Il faut passer par les producteurs de parcelles. Si la production est bonne, vous rachetez. Si la production est bonne, vous rachetez. Si la production est bonne, vous rachetez. Vous avez compris le passage là? Oui. Voilà.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只能匆匆结束采访。之后他还不断向我们抱怨他们亏损严重，每个矿坑他们都需要支付矿工大量工钱，最后还不一定能够挖到宝石。但是实际情况却是矿工们拿着30人民币一天的工资，而他的老板 Mark 却早已经是富甲一方。我先到了伊拉嘎嘎南面13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据说每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所有的宝石商人就会聚集在这里。这些矿工也会把自己挖到的蓝宝石拿这个地方来交易哈。刚才我已经看到非常多的斯里兰卡人开着车拿着他们的补给包过来了。我现在在这个宝石小镇，我的感觉就是感觉在一部好莱坞大片里面一样，因为这边这些收宝石的宝石商人其实都是各种黑帮，尤其多的就是斯里兰卡人，斯里兰卡黑帮派过来的小哥收宝石的。我其实很想去那些店里面给大家拍，或者去看他们手里面拿宝石去给大家拍，但是我真的好怕，因为这种东西就怎么说呢？别人对他们来说就是宝贝。这里还有一群宝石中间商，矿工们通常会把宝石给中间商，让他们去和宝石商人谈价钱，因为他们更清楚如何和宝石商人谈价，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会说法语或者英语。我在犹豫很久之后，还是走上前去拍摄了一些画面。整个过程非常的迅速，拿出宝石，宝石商人们快速鉴定宝石质量，不要的话会直接还回去，如果要的话他会给出一个报价，如果不接受的话也会把宝石还给矿工或者中间商。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些商店铺啊，他们卖的也就是一些交易的这些小宝石、小的蓝宝石。如果是大的蓝宝石，他们肯定不会在这交易，他们会空手来，然后跟这个老板就悄悄的说，然后他们会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做交易。他们说有时候甚至会老板开车带他直接去200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做交易，然后给了他钱之后直接就存到自己账户上面，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不管是你拿着宝石还是你拿着现金都非常危险。为了进一步了解蓝宝石的售价，我回到了巴黎，并去参加了一场珠宝拍卖会。今天带大家去参观一个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苏富比拍卖行。它这个月刚好有一个拍卖会，是专门珠宝的拍卖会，在里面呢会有非常多的蓝宝石进行拍卖。所以今天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蓝宝石，经过从它出产地挖掘出来，经过加工、层层中间商之后，一直到最后到拍卖行里面拍卖出来的价格到底是什么样子。当一颗颗蓝宝石拍出上万欧元的同时，远在几万公里外的拉扎还在矿坑中挖凿着。也许下一产中就有一颗价值连城的蓝宝石，但是这和他并没有任何关系，他依然只能拿着瑞士老板支付的30人民币的工资。不远处的塞勒 V 也继续挖掘着他的私人矿洞，不过他需要加快挖掘速度了。还有1个星期他就必须离开这片区域，因为斯里兰卡人的大型机械将开始在这里工作。这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现状，这个拥有全球最多蓝宝石储量的国家，在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石面前，的最大受益人却是印度人，是瑞士人，是斯里兰卡人，但却从来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马达加斯加人。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记得评论、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